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远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玉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啊，日本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他们的核电厂又发生事故了。我们来看到啊，这个是日本福井县敦贺市的浦贤新型转换炉原型核能反应炉，在23日下午的时候，在一个除役作业过程中呢，竟然是发生了含有放射性物质氚的水的一个外泄事故，而且呢，巧合的是啊，这个报废的核反应堆呢发生事故的前一日，日本最大核电站博奇一宇的核电站才正式获准要重启，结果居然就发生了意外了。好，不过呢，这是单纯的这个能源，还是有其他的这个核战的可能呢？因为中国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就说啊，这一次重启核电站啊，表面上呢是日本能源政策的一个调整，但是实际上呢，日本对于国家的战略能力进行了一个隐性扩容。好，那日本现在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央视就说呢，对日本而言，永和绝对不是一个安全保障的，是自取灭亡的一个催命符。更何况啊，日本的国土狭小，人口密集，缺乏战略纵深，在核对抗中呢，也是极为脆弱的，不断的在警告日本，你千万不要去永和。但是除了这个无核三原则可能被挑战之外呢，现在呀，日媒也爆料了说，2026年日本要加速对外公务。好，日本2026年的预算中呢，日本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资金是达到了181亿日元，相较于2025年是增加了100亿。那么这个政策呢，就是要提高对象国的军事实力，从而来针对中国的海洋活动。好，除了要对外来卖军武之外呢，高市也在共同社的演讲中称要来修改安保3文件，说小型无人机攻击等接连发生，一旦卷入冲突的话，就会长期化。于是呢，必须要提升持续的作战能力，将推进修改安全保障等相关文件的讨论。另外啊，日本也更新了网络安全战略，好，将特定国家主导的网络攻击明确定义为一个重大安全威胁，同时呢，将加速建构采取先发制人策略的主动式网络防御机制。但是现在日本不断的在军事的上面来扩充，国内呢也有反对的声音了吗？来看到啊，这个是冲绳的民众竟然超过70%呢，都呼吁要来独立。好，这个是日本独立运动的政治家就说提议呢由琉球、中国、美国和日本缔结条约，使原琉球王国成为一个自治州或者是独立国家，使之成为非军事区。如果维持现状的话呢，那如果日本发生战争的话，导弹可能会落到冲绳，所以他们为了安全，希望啊你们不要来对冲绳怎么样，我们愿意独立，就是说不要让这个导弹也打来冲绳。但是现在呢，中国对日本两方的这个战争可能会长期化吗？对抗要长期化了吗？于是现在日本也严拟要在太平洋去开采稀土，好，而且是2027年就要全面试挖了，可能就是为了要这个长期抗战中国，也要降低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所以呢，日本政府就预计了在东京东南方近2000公里的南岛岛深海来试挖稀土，并且在2027年呢就要全面来进行试采计划。不过现在啊，中国大陆对这个日本是还没有祭出稀土的控管的哈。尤其在这个高市发表台湾有事言论之后呢，这个11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还是大幅成长35%，达到了305吨，为今年的单月新高。好，稀土还有，但是日本的经济看起来也是不太好吗？不过我们来看到高市似乎还是相当的有自信哦。他在参加这个摄影展的时候呢，还在自己的照片上面这个提了什么呢？崇高雄卓，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崇高雄卓在政治语义中呢，其实是塑造一个领袖是具有威权或者是强大国家形象的一个这个话语啦。但是呢，这个日本的民众呢，却是没有感受到这个到底是有多崇高啦，因为呢，他们就觉得说，现在连买个米
都买不起了吗？好，日本民众就说了，说高市政权完全的背离了民众的一个真实想法，说呢超标的防卫预算这些钱怎么来呢？有越来越多的人连米都买不起了，你竟然还要去搞这个预算？好，另外来看到啊，现在呢日本央行已经宣布要升息了嘛，但是呢还是难阻日元的颓势，那么高市早苗的政策呢，也被批你已经动摇了日元的信用根基。那么现在也有共同社发布了一项调查，都有一半的受访者都认为高市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行径会对日本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好，那这个高市早苗一系列言行背后的逻辑条列已经非常清晰了。首先就是它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解决不了，长期停滞；第二呢，则是它的大规模财政刺激反而是吓坏了债市，推高风险；第三呢，就是它推出的这个政策是相互打架，让这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悬而未决。好，看起来日本的经济呢是不太允许它跟中国长期抗战的吗？我们来请教这个赖岳天教授。福岛事件以后啊，日本的民众对于日本要重启核电厂，其实是一直有疑虑的啊。他们一直希望说，日本政府一定要确定他们的核电厂是安全无虞，他们才可以重新来启用啊。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对于日本曾经他们藏匿核废料，还有藏匿浓缩钚跟浓缩铀，他们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想要重新再发展核武，他们也保持疑虑。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日本正在宣布说要把最大的核能发电厂重新来启用的时候，结果要除役的却发生了这个辐射外泄的事情。而且有感染到人，虽然不严重还是可控的范围内，但是这个不能消除民众的疑虑我想这个部分里面，日本政府还是要比较负责任的面对于他们的核电厂何去何从。我觉得这个部分他们必须要用科学、要安全的方式来处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核废料的处理跟浓缩铀的处理。我觉得2012年的时候日本就被抓到了，被抓到什么呢？他们本身藏匿了这个1.2吨的核废料，不跟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来申报，这个后来被查到。这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里面，他们对于美国所放在日本的这个浓缩钚200多公斤，他们也不肯交回，后来一直逼着美国把它取回。另外一个就是浓缩铀了也是200多公斤。所以日本有这样的一个军国主义者，曾经过去偷偷的在藏匿这一些核浓缩铀武器级的，很多国家或者很多人对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者就一直保持着警戒的心。我们看到有2个代表人物，一个就是石原三太郎，东京都知事，他曾经扬言138天日本就可以做出核子弹。这是东京都知事在当时他出了一本新书，他辞掉东京都知事的时候，另组新党来要推他日本拥有核武。另外一个就是安倍晋三，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要修改这个日本不使用核武3原则。那它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要引进核武进来，那也当时也遭到很大的一个阻力也很多的批判。现在看起来，这个高市早苗要走安倍晋三的这条路，坦白说，这个会给日本带来毁灭。为什么？因为日本是一个土地很狭长的一个国家它本身的国土面积坦白说不算大，但是人口很多，1亿多人口。那1亿多人口集中在这个狭长的地方里面，而且它当初从2战以后，它的整个国家的城市发展，并不是按照国防城市的概念来走。例如说，它的整个经济的命脉，我们叫做东京经济板块，都集中在关东的这个板块。然后你不管是东京，不管是大阪、神户或是京都，它连成一片的时候，人群太密集，然后整个经济板块在一起，它发展核武，它非但威胁不了朝鲜，更威胁不了中国大陆。可是当它一旦有这个企图的时候，发生了核战的话，那日本基本上会有灭国之鼎，有灭国之殃。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核武基本上吓阻不了别人，反而会让日本遭受很严重的一个打击。我觉得日本的这些有识之士应该要站出来说，你不准发展核武。为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使他的很多盟国不得不反对日本。第一个，他必须要退出
这个国际原能委员会组织，因为你一旦加入国际原能委员会组织，你就必须要承诺你不发展核武。可是他现在已经放出风声，他想发展核武的时候，他就会受到挑战了。那会被逼要退出来，要不就是国际原能委员会一定会觉得说你违反这个核不扩散原则，你要不你就要退出这个条约。如果你不退出这个条约，国际原能委员会组织有权利去核查你，而且有权利去制止你获得浓缩铀。那日本本土本身没有浓缩铀的这个材料它必须要进口。那这样的情形，全世界都可以制裁它，大陆也可以在安理会，俄国也可以在安理会里面要求对于日本实施制裁。如果美国投下否决票的话，那很有可能大陆跟俄罗斯可以采用美国跟以色列对于伊朗的精准打击式的这种手法，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看到高市早苗他们又想要启动所谓的这个稀土矿南寮岛。10年前，日本就要发展自己的稀土矿，要摆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这是10年前日本信誓旦旦的说，我们要用国家的力量，这个好像我们所听到的国家队要用国家队的力量发展这个我们的稀土，不再依赖中国。结果10年以后，他们更加的依赖中国，现在又要重启南寮岛的这个深海挖掘稀土，我觉得恐怕不容易哦。看起来就是历史不断在重演，包括了稀土这一块也是吗？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日本其实说真的，你们已经有一次核灾的经验。当然，现在因为能源的迫切需求，你必须要重启这些核电厂。可是你一直在出这种包，那你确定日本？我们就不要讲其他国家怎么看，日本自己的民众能够安心吗？日本是全世界极少数不但被原子弹轰炸过，还自己发生过核灾的国家，就全世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那你们还对这个东西能够这么不谨慎的处理吗？那你都连个核电厂都可以处理的这样乱七八糟，然后你还想拥有核武？不要到时候没炸到别人，先把自己炸死了。所以我觉得高市其实是一直都想要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他们那一派军国主义者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有核武才能够保障自己。可是问题是，我觉得高市一直完全忽略了国际现实。你旁边就是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核武国家，中国大陆，它的核武也不容小觑。然后还有一个新兴的核武国家叫北韩，北韩连氢弹都已经做出来了。请问一下，你觉得在这种环境下，你发展核武，你觉得你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核主作用？恐怕是你正要开始发展，这些国家就会开始联手压制对付你了。因为美国采取就是这一招，我一发觉你有可能有机会，像我们台湾当年就是这样，你开始尝试想要做原子弹，他立刻就来找你麻烦。你觉得美国会乐见日本拥有核子弹吗？我是非常存疑啊。日本当然，他如果重启了他很多的核电站的话，他就可以取得更多的钚。那取得更多的钚，他再去浓缩精炼的话，就有机会制造武器级的钚。但是你真的觉得美国人会任由日本这样搞下去吗？日本拥有核弹，不仅是对区域稳定的挑战，实际上对美国本身也是一种挑战了。美国怎么会希望被日本拖入一场不可回复的战争当中呢？所以我觉得高市有点不太清楚国际上到底怎么看。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得出来，高市他在做什么？他在迂回前进，也就是今天我先放几句话，中国大陆这边发脾气了，好，我说回来一点点，但我从另外一个地方去呛，我这想办法去修改非核三原则，讲非核三原则又被呛了，你自己国内有疑虑，然后我再安保3文件，我再来，我就一个一个试，看看哪一个地方能够找到突破点。但是你越是这样试，其实只是越加深周边国家对你的不信任感。这个对日本的未来发展，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你的手法太拙劣，你会让人家对你根本不可能产生信任。那南寮岛他喜欢去挖，我觉得赶快去挖吧。那个地方水深930公尺，水深930公尺的地方，你就算能够探勘到，请问你怎么弄上来？你光是要弄上来，就是那个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我不是说弄不上来，你要弄到量足够，你要花多少成本？那个能够解燃眉之急吗？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了。那至于他认为自己崇高雄浑，
希望他这样觉得，他继续这样觉得，很快我看别人的大棒就要打过来。现在日本的经济真的是不太好啦。好，我们来请教立正简将军。所以日本的安保3文件哈，其实它是有一个逻辑可循的哈。第一个叫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叫做国家防卫战略哈，第三个才是防卫力整备。这3个逻辑怎么看呢？第一个当然优先国家安全，国家安全你日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你的这种地理位置。这个地缘的战略价值，还有你的军事能力，还有国际外交哈，最后当然包括你的军事实力，还有你的本身的财经状况，才来定义你自己国家安全要走向哪个路，才可以确保你国家安全。当你这个方向定了以后，紧接着下来，依据这个方向才能够指导你国家防卫战略。国家防卫战略简单的来讲，就是你要保持你的这种所谓和平宪章保持自卫队的这种能力，还是说你要走向一个正常国家？建立你军事的一个强国，然后依据这个以后，你才能够指导你的防卫力的整备。你如果说决定你继续走自卫队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当然你的武器就不能发展攻势武器，你只能发展你的守势的武器为主。如果说你要走向正常国家，那你就要发展攻势武器，甚至于说你认为你国家安全战略要发展核武，那才能够嚇阻周边的国家对你发动核子武器攻击来讲的话，那你当然就要走向无核三原则，要解除无核三原则，发展核子武器。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日本现在如果说你现在来讲，从战后这80年来，你走的是自卫队的这种国家安全战略，那也确保你这80年来国家的一个安全没有遭受到任何的军事的武力的攻击。除此之外，因为你走这个自卫队的模式，然后可以省下很多的军费。然后从事你的经济建设。日本之所以现在经济这么发达，不就是因为它省下很多的军费，然后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可以全力的将所有的生产力全部用在经济生产方面，所以造成你现在国家经济上面来讲是世界上一个经济强国。那如果说你决定要走回你的军国主义来讲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你的国土纵深就有限嘛，你国土是狭长的，你国土资源不足。我们从战史上面来看的话，虽然说你短时间之内可以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可是你持久的国家战力是绝对不足的。我们从几个战史来看，第一个来讲的话，这个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当时国力是比较弱的。但是德国是很强的，但是你虽然说德国有很强的战力，但是你在当时的苏联来讲的话，由于它国土纵深很大，到最后就把你拖垮了，造成德军的战败。那中日战争也是如此，当时虽然说日本的军力是很强，有机关枪、有大炮、有飞机，那中国只有小步枪，只有大刀，但是由于国土纵深，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最后也将日本拖垮在整个这个大陆战场上面，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如果说你不了解你自己国土的一个实际的情形，你硬要发展回到军国主义，我觉得这是非常错误的，也可能造成你国家的灭顶之灾。好，确实就如央视说的，其实日本的国土实在是不适合让你去打这个核战啊。好，另外我们来看到啊，美国去打委内瑞拉，也让中俄去找到理由去反美了吗？好，联合国安理会呢是应委内瑞拉的请求，在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支持下去召开了紧急会议。那么中国驻联合国的副代表也说了，说美国加大军力部署，不断加码对委内瑞拉制裁、封锁和武力威胁，扬言委内瑞拉的领土、石油资产都归美所有，甚至威胁对委内瑞拉本土发起军事打击，是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威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不过呢，这个川普他是没有在管你的，他甚至还要打造自己的川普舰队。好，川普宣布要打造3万吨川普级战舰，128单元垂发，还有巡弋核飞弹，将成为这个黄金舰队的主力。但是你真的建得出来吗？好，现在就看到了你的配套船坞是严重的短缺，还有你的作战理念也受到挑战。尤其啊，现在要排队要等维护的航母，早就已经占据了你所有的造船厂船坞了，根本没有空还去建造你所谓的川普级战列舰。那此外呢，美国的造船业呢还很缺这个熟练的工人，所以你要去打造这个军舰，根本就几乎是不太可能。你川普是不是在做梦啊？
但是呢，我们来看到啊，这个五角大厦呢，竟然在这个时候去发布说，解放军的飞弹非常的多，而且不止对着台湾吗？好，这是路透揭露了，说五角大厦情报呢，竟然是发现呢，这个飞弹的发射场呢，能够达到美国的东风31，已经部署超过100枚了。过去呢，五角大厦就曾经报告过这些飞弹发射场的存在，但是都没有点名数量。而现在呢，是说呢超过100枚，中国大陆也回应了。好，中国大陆就说了，说这个美方呢类似的炒作其实是一贯伎俩，目的呢就是要加速自身核力量的现代化，去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的行径，去寻找借口。那么国际社会呢，应该要对此有清楚的认知，因为这个五角大厦的报告呢，不止说有100多枚这个洲际飞弹，甚至还说中国无意参加这个军控谈判，所以中国大陆呢就出面去反驳了。而另外呢，香港的这个研究员也说了，说呢五角大厦的高官呢，还有国会议员，还有其助理呢，在卸任之后呢，都是无缝去切换身份，就成为了军火公司的高管或者是说客。那么利用其在政府内的人脉和影响力，去为老东家获取订单啦。所以呢，你现在在说这个中国大陆有多厉害，或者是多不愿意去谈判，是不是也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订单呢？不过现在这快过年了，美国真的是需要订单，还需要一些好的经济。来看到啊，这个童星竟然也沦为了街友，这是前尼克儿童频道的明星，他竟然是无家可归。好，加州9月上演了一个令人不胜唏嘘的一幕，这个是前儿童频道的明星蔡司，竟然被民众捕捉到了他这个衣履褴褛，然后落魄的在街头上面无家可归的画面。那么影片疯传之后呢，就有粉丝发起募款，希望能够帮蔡司来渡过难关。但是呢，却遭到了母亲拒绝，表示这个他儿子没有管钱的能力，所以钱不用给他。好，但是呢，这个童星怎么会沦为流浪汉呢？这是也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斩杀线吗？好，美剧里面呢，就有一幕啊，叫《无耻之徒》里面有一幕，就是到冬天的时候呢，一家大小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储备过冬资金，就连没上学的小弟也要想尽办法去贡献力量，否则一家人真的可能会冻死、饿死。而在美国啊，这是每个冬天都在上演的现实。好，就在圣诞节来临之际呢，就被发现了这个蔡司这名童星呢，竟然也成为了流浪汉的一员。那这件事情呢，也印证了最近网络上的另外一个大讨论，就是啊，美国社会呢是存在一条从中产滑落到底层的一个斩杀线。而为什么这个华裔在美国的人却是没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斩杀线呢？分析也指出了，说呢，华裔相比其他族裔呢，是有更加独立的内部生态圈，存在着互助互救的机制。你在美国混不下去了，大不了你就去唐人街刷盘子啊，去送外卖啊，炒中餐啊。虽然钱可能不多，但是至少是包吃包住。而唐人街呢，还有自成一体的黑衣啦，能够提供你最起码的一个生存保障。但是啊，现在在川普的这个执政之下，华裔还有这样子的保障吗？我们来请赖教授。我觉得在美国啊，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梦一直在衰退跟破灭啊，最主要的就是中产阶级的快速流失啊。之前美国梦是因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它的论据很大啊，就除了很有钱的人以外，还有很穷的，那很大一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所以你在美国，你只要足够认真勤劳啊，还有就是有一点点聪明、一点才智，你基本上要挤入中产阶级不会太难。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富的越来越富，穷的人越来越穷。但是这个中产阶级快速的往穷的方向在移动，那因此这个中产阶级一直被压缩，穷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美国梦就慢慢的在破灭了。也就是大家发现，就是说在美国生活越来越不容易，即使你很认真、很努力，但是你不见得都能够维持一个中产阶级所应该享有的这个尊严啊，或者是他所拥有的。那这个部分里面，坦白说，就让很多人开始对美国去移民到美国，千方百计移民到美国，他们开始会产生这个重新再思考啊。所以你也看到了，这次川普卖的这个500万美元的川普金卡啊，其实卖的并不很理想。这个就是有钱人，他们也越来越不愿意去贡献更多的税给美国政府，然后很多的限制，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好处越来越少。
不过我觉得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情况，它已经越来越不加遮掩了。从过去告诉你说啊，我是为了防毒品走私，对，然后所以我要对委内瑞拉用兵，接着又说委内瑞拉跟这个国际恐怖分子勾连，所以我要对他用兵。但是大家都觉得越来越可笑，因为你说防走私，那你打击的是毒枭的船，那很多人，包括他的盟国就说，那你告诉我们，你打击的那个毒枭的船的船长叫什么名字？啊，都不敢公布。然后说你说他跟跟恐怖主义在一起，你告诉我们是哪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然后最后他干脆不讲了，也就是我就是要他的油，也就是说马杜罗你给我下台，你的油给我，然后我掌控我的油，掌控你的国家的油源，因为委内瑞拉的储油量太高了，然后他想去占有这个委内瑞拉的储油，然后去开采，那这样的话大家都已经看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在安理会里面，大陆就提出强烈反弹，然后就美国一个国家反对，其他的国家不敢反对。那这样的情形下，在国际间凸显出美国这个霸权主义。当然我们会说川普无所谓，可是问题就在于他在国际间就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前科。那以后有任何一个大国强国去打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美国你就把嘴巴闭起来吧。对你就别想再主持所谓的正义了，因为你本身就是不是正义的人。另外，川普想做的战列舰这个不得了的大3.5万吨到4万吨，不得了的大，人数不得了的多。一艘战舰，我们讲战舰不是航母，也不是2栖登陆舰或者2栖攻击舰，是战舰。一艘战舰，它的舰载兵是650人到800人左右，哇，那不得了的多就是船不得了的大，人数不得了的多，把所有的兵器都集中在一起。现在大家在问的是，这是现代的海战的精神吗？因为无人机、无人船、无人水下器这么的发达的情形下，你要投下，川普说我要投下的大概一条战舰是50亿美元，可是一般估计认为应该是100亿到150亿美元，一艘航母就是138亿美元，他要花这么多的钱去打造这样的一个战舰，然后他说我一次造2艘很多人就在问说你有这个本事吗？好，那最残酷的问题来了，就是你有没有容纳3.5万吨以上4万吨的大船坞？目前来讲，美国有4个船坞。全部都爆满，所以它等于是还要再去开辟另外一个容纳4万吨以上的大船坞，以美国现有的能力来说，要做到恐怕不容易。川普的好大喜功，但是实在是不太可能在做梦嘛。我们来请教彬哥，这个中国大陆虽然在安理会表达了完全反对美国这种对委内瑞拉的施压甚至侵略，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用处，美国大概还是持续我行我素。但是现在对川普来讲，其实他自己正把自己逼入一个难题，就是他到底要不要进攻委内瑞拉？他如果进攻，就担心尾大不掉，兵连祸结，没有办法迅速搞定。那如果不进攻，你在那边盾兵这么久怎么办？他当然希望就是这个施压到最后能够逼死马杜罗自己倒台。他们的同僚把他赶走，但看起来马杜罗的耐力蛮强的，恐怕没有这么容易被他弄倒。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场持久战，就看川普到最后怎么决定。那导致他又要去打造这个川普级战舰，这个厉害。而且川普更厉害的是，他要亲自参与设计。为什么？因为他说他向来是一个非常有美感的人。我恭喜他。我其实更恭喜普丁跟习近平，他们大概做梦都会笑，因为你现在去打造这种3、4万吨级的，上面集了一大堆的武力、飞弹、雷射炮，什么最先进的科技，全部集中在一起，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第一个，这艘舰10年你造不造得出来？因为上一次福特号的教训没有忘记吗？福特号就多了一个电磁弹射之后，到现在没搞定新科技贸然用出来，而且全部集中在一个新的东西上面，是极度危险的，这是非常不保险的一件事情。美国为什么后来一直不断的重新再建，
伯克级的驱逐舰，因为它是成熟设计最安全，又可以迅速补充数量。就他现在要去尝试花这么多的钱，你这个舰3-4万吨级的战舰一建下去，随便都破100亿美金以上，然后你一次要建2艘，你还要用这么多的新科技在里头，那基本上就是搞死美国自己啊！老实讲，我觉得美国的对手非常乐意美国去做这件事，你就继续去干吧。到时候你可能搞了个半天，又跟松华特级一样，你建个1-2艘你就不见了，因为没有办法维系这个能量啊。而且这个舰的定位，在你的舰队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跟你未来的战术想定，他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川普就好大喜功嘛。不过我认为啦，到最后可能真的不会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川普任期只有4年，你光是编预算，大家开始画设计图干嘛？他可能已经下台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严重怀疑军方根本就在糊弄他。就是反正你喜欢嘛，我就讲一些好听的给你听，说什么都可以这样。反正我也一样拿案子啊，一样满足我自己人啊。想要画设计图，想要拿钱就拿钱啊。反正等到他设计图还没出来，川普可能就先走。好可惜，我真的好想看这个设计图哦。我们来请教厉将军。其实我可以想象到他的设计图了，因为这个之前金光闪闪，不是这个他第一任当总统的时候，他的那时候国防部长叫艾斯培，艾斯培有写一本回忆录，他回忆录里面有一段就他拿着那个军舰，因为他是总统嘛，这个国防部设计的军舰，下一代的军舰。这个样品拿给他看哦，所有造型拿给他看。他那时候艾斯培形容川普在看这个军舰的时候，你现在是在想说这个军舰呢，它的作战性能啊，它的动力啊，它未来的发展啊，或电站什么，它不是，它纯粹就跟看游艇一样，看哪一艘的美感比较好。他真的在看美感。你看他这个话哈，在他上次他讲福特号，他说要把它改回所谓蒸汽弹射，他讲了一句话，除了说电子弹射毛病很多以外，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喜欢看那种电子弹射出去以后那个水蒸气那个飘飘然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知道川普其实川普是个老小孩，你知道吧？为什么我讲老小孩？因为小男孩可能现在有些女生也会了就是小时候他都会有一个心目中的一艘战舰的一个样子。你去玩具店看，是不是就经常看到很多这个拼图啊、玩具啊，或者是模型啊？军舰的模型有很多，飞机的模型有很多。这个川普他现在是把那种玩具，他小时候小男孩的时候的梦想的那个战舰他现在当了总统以后，他有能力把他当初想要的玩具做成一艘真正的战舰。我跟你讲，他就是这种心态当然旁边那些狗屁官员就巴结奉承他。你想想看，3万吨级的，你怎么？他122具垂发，我们讲作战性能来讲的话，大陆它万吨级的这个大驱055，它它就112具垂发，你只比它多，其实只比它多十几个垂发系统而已。那如果说大陆的055再带上一艘我们讲的武库舰，就半潜的那种，那个纯粹带导弹的那种，2家加起来以后，这个导弹数量就比你多嘛。现在海战不是在讲究说谁的船大，而是说谁能够发射的导弹数量比较多，谁的导弹射程比较远，谁能够先发现敌人，先击灭敌人。那才能够是制胜的关键。那如果说你现在造这么大一艘的战舰，我觉得纯粹是给人家当靶子打。第二个，我们讲说他有没有可能造得成？美国前一阵子在上个月11月25号，他们海军部长才取消他这个最近正在建造的叫星座级巡防舰，取消掉。为什么？他原来说要做20艘，结果只做了2艘以后，他发现不行了，他就不做了。那后续来讲，他改别的，所以他连星座级的20艘都做不出来。那你想想看，怎么可能去做3万吨级的黄金战舰那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总统会这么荒唐离谱，把这个造军舰当做小时候的这种拼图游戏、积木游戏在那边拼。毕竟川普他虽然很有钱，但是要这个盖军舰，可能要等到他当总统才可以做。他现在终于可以做了。不过我们来看到这个科技战哇，美国这一招呢是伤敌100，自损80吗？现在呢，美国也要限制进口中国大疆等无人机。那么呢，中方也回应了，说呢坚决反对美方
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敦促美方要为中国企业提供非歧视的环境。但是现在美国开闸大疆，结果美国自己50万名的飞手都炸锅了，说根本就没有替代品可以取代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好，许多的飞手还有企业主都开始紧急的去囤货了，要囤大疆的无人机还有零组件，并且呢向白宫表达抗议，直言大陆的无人机不论是价格、性能，还有供应链稳定度上面都是无可替代的。你这一进的话，我们会严重的受到影响。而另外来看到晶片的方面，然后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的机器人竟然是也开放了一个租赁式的平台哟。好，中国首度的开放式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22日在上海正式发布了，标榜以共享经济的模式去降低这个机器人的使用门槛，用户能够以最低200元人民币，也就是849元台币，你就可以去租各类的机器人呢。因为机器人一个可能很贵嘛，但是你又租的人人都租得起呀。好，另外来看到这个聚焦特斯拉大摩看2026的机器人市场呢，短期操作持续。那么美国政府跟大厂说呢想要入局，但是跟中国的差距还是很大。好，尽管美国的政策端发力，中美技术差距还是在加速扩大中。中国凭借着全球无可取代的制造业优势，目前几乎所有的中国汽车还有电子巨头都已经在布置人形机器人赛道了，形成了一个产业群聚效益。好，除了你机器便宜好用之外呢，现在晶片他们也想要去跟美国脱钩哦。现在呢，这有外面的报道说呢，中国大陆是成功的生产了 EUV 原型机，其中呢关键的人物就是前艾斯摩尔的员工，还有前辉达的员工，还有前超微的员工等等，都陆续创立了陆版辉达的摩尔县城，以及陆版超微的西木公司。可见中国大陆在半导体领域的人才跟布局战术。好，你这个美国的外商的人全部都来到中国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创造一个自己的版本了。好，另外呢，现在呢，美国宣布对中国大陆的晶片加征关税，2027年6月正式就要生效了。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也回应了，说呢，中方呢是坚决反对美方滥用关税的做法，并且强调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发展是由市场和企业选择共同推动的，呼吁美方不要干预正常的商业运作。不过现在全球的这个资金呢都看向中国了吗？我们来看到字节跳动呢也要拟砸7000亿去发展 AI。好，字节跳动计划这个明年就要斥资人民币大概是1600亿。2600亿人民币去发展 AI， 那相较于今年1500亿呢，是多了6.67%。那其中一半呢，采购先进晶片，那以开发 AI 模型以及其应用。那另外呢，中国大陆的 AI 企业呢也掀起了 IPO 热潮，今年有51家上市，较去年大增1.4倍。而另外呢，这个政策红利加上这个估值优势双轮动，全球投资人竟然呢是抛弃了美股，去转投中国的 AI 领域。因为现在华尔街对于 AI 泡沫的忧虑是持续升温了嘛，所以呢，全球资本呢就悄悄的都转向东方。而面对美股 AI 巨头估值高企的压力呢，投资人是开始大幅的去配置中国的 AI 企业，因为至少 AI 很多中国的 AI 方面很多都已经落地了嘛，你看到机器人还怎么样？但是美国呢，现在好像都还在这个语言模型上面。而另外来看到这是不是因为大家想要投资中国，所以这个人民币也升值了呢？人民币是强势升值破7.02，好，走出了一波强势升值行情，为2024年11月以来的首次。美元指数则是走弱，那与岁末结汇需求不断释放，成了这个本轮人民币上涨的一个主要动力。好，另外呢，全球投资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呢，去抢购人民币信贷资产。那中资银行的人民币海外贷款余额呢，已经攀升到了3570亿美元，与美元海外贷款规模差距缩小至180亿，这是历史性反超，就要近在咫尺了。而现在中俄双方呢，也建立了一套这个结算系统，都是以卢布还有人民币来结算的。好，这是俄国的驻华大使说呢，中俄双方建立了一套相当可靠的双边结算体系，几乎已经完全使用卢布和人民币来进行结算了。看起来这个去美元化呢，是已经势在必行了吗？好，另外来看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无人机要被禁止，那美国方面呢，人民都已经在哀哀叫了，他还能继续这样做下去吗？请教赖教授。
美国的用户他讲了一句他的观察啊，这是很普遍的用户，他们认为说美国在无人机这个部分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目前中国大陆的大疆在美国无人机的市场占有率70%，然后剩下30%是美国各厂牌他们来吃掉这30%。那这也就是说，美国的无人机赢不了中国的大疆的无人机，输了他们就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然后不让大陆的无人机进去。他们在问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保护会让美国的无人机那么谷底翻身吗？他们不认为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使用者他们认为，他们目前来讲快速的去赶快下订单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法律要生效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他们拼命的下订单。那下订单，可是他们自己又很悲观的说，我大概只能维持2-3年我的公司的运转。为什么？因为事实上，美国已经有很多的飞手，他们本身都是组成了小型的公司，就是我们讲的中小型企业7个人也有，20-30个人也有。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有的时候是帮风力发电厂作为这个海上的风力发电或是山上风力发电的一个监测，看哪个发动机坏了，坏在哪里，然后回报的，这是一种。另外一个这是用在这个太阳能板风力的发电厂，有的是在农业上面，例如说帮农民去监看他们的农作物的成长的情形，有的是帮农民去做这个施肥啦还有就是撒农药啦等等的所以他们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很多这种中小型的企业来帮助这个发电厂也好电站也好，或者是这些农民来做这些工作。那你今天一旦不能使用因为他们用的都是大疆。对，那很多人都跳出来说，我本身就是一个爱用国货者但是问题就在于你没有啊，我没有那美国没有，那个大陆的好用而且真的是很好用。那今天不能用的话，他们的很多人很悲观的认为说，他们可能撑2-3年，公司撑不下去就要倒了，那就要解散。那这个是会会创造更多的失业率。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没有多久，美国的 FCC 可能又改了。FNN 嘛，FNN FCC FNN 忘记了，法律又改了。对，那很有可能又改了。好，但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有关于机器人的问题。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把它成熟的机器人已经开始在推广了，然后他们用租赁的方法，让更多人有体验感。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始要帮助你走入企业，走入公司，走入商店，甚至走入家庭了。有很多人的很多工作，可能慢慢的就由这些机器人来代理你做一些工作，然后来减少你的人力的支出。那把机器人开始用体验感，先用租赁的方法，到最后开始买断。那你想想看，大陆的机器人的发展，全世界有哪个国家跟得上它的速度？根本跟不上的。而且它也持续租给别人，那它也可以获得一些数据的上面的这个回馈。哇，这个产业链下来是非常的厉害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好，美国进大疆的无人机，结果苦到了自己人吗？我们请教彬哥。其实美国要进大疆无人机已经讲了好几年了，拜登时期就一直想要进掉，但是为什么一直进不掉？因为你没有提供给他一个适当的替代品嘛。如果美国今天能够生产类似的东西，那价格不要太离谱，我相信以美国人的这种荣誉感，他们是愿意用自己的产品。可是你就是没有就变成美国自己生产的无人机，你不但价钱比人家贵好几倍，然后还比人家难用。那你叫一般的市场的消费者怎么可能去接受？所以拜登时期要进的时候，就一大堆企业这些相关的人都反对。那现在他们又重新再来一次，那就看他是不是进得了。因为你要知道，选票毕竟还是很重要的。明年马上就要期中选举了，你觉得他这个政策真的有办法施行吗？因为这个会对很多企业造成很直接性的影响。我们就看看川普有没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我个人是判断，川普到最后可能又是不了了之的。可能又tackle一次。那至于说大陆这个现在它的机器人的发展，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是在哪里？因为你看美国也有在发展
特斯拉明年开始就要生产机器人啊，他甚至说他希望很快能够达到每年什么500万架以上的这样的产量。但是毕竟那是少数1、2家公司，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说，它简直是像寒武纪大爆发一样，全中国各地到处都是机器人。他们每一个家公司有各种不同的做法。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一样，因为他们现在采取用这种租赁啊，让你很便宜取得的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们又在内卷了。大家比如卷得太厉害，好像不计成本这样做，其实不是，这是让消费者去接受之后，好让他收集大量的数据。其实马斯克之前就有讲过，他的无人车一开始上路可能还是会发生一些问题，可是他厉害在什么地方？因为只要他，比如说他今天出过这一次车祸，如果是人类的话，你可能一辈子就遇到那次车祸你就挂了。可是他的车子，他几千几百万辆车子里头，只要有一架出了车祸，接下来剩下那几千几百辆全部都学会了，以后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大陆的这些机器人也是一样啊，他在快速收集数据的同时，他也是不断的在纠错，不断改正自己过去的疏失，这种进展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能够迅速让消费者取得，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马斯克其实也把价钱压得很低，他未来他的 Optimus 上市的时候，据说也要压到2、3万块钱美金以下，他是要压到这么低哦。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更低。对啊，所以现在就变成大家是一个数据收集的战争，那谁能够拔得头筹，谁未来可能就称霸整个机器人的市场。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美中晶片战又传出了卧底无间道吗？我们来请教厉将军。确实是这样哈。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在这个如果说是在科技方面对中国小院高墙继续管制来讲的话，那中国很清楚，如果这一段不能脱开美国的卡脖子的政策，那将来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算力代表国力嘛，那中国这个方面来讲，一定会被美国打压下去。所以中国无论如何，它都要发展自己的 AI 晶片。那 AI 晶片大概发展有2个关卡，第一个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制造出晶片的这个像艾斯摩尔的光刻机 EUV 哈。那这次来讲，中国大陆就聘请了很多原来在艾斯摩尔的工程师，回来以后买了一台这个2手的机器，然后逆向工程，也就是把它拆开来，这样一步一步再往回推。那目前听说它这个逆向工程已经可以产生了所谓极紫外的紫外光哈，已经可以发射这个光源。但是怎么样将这光源运用在做这个晶片的制造，可能他们还要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说，假以时日，它应该可以做得出来，这是第一个哈。那你也可以说无间道了，因为他聘请的就是艾斯摩尔之前的工程师回来做这个研究。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晶片设计跟制造方面，那当然这个美国是辉达这种公司 ，AMD 这种公司。那现在有一家公司叫做木犀哈，那他这个木犀这个创办人他叫做陈维良。他本来就是 AMD 的员工哈，AMD 公司员工。那他自己回来这边到上海去创业，创一家叫木犀的这家这个 AI 设计晶片公司。那他目前所设计出来晶片，从 IP 设计到这个晶圆制造，到最后的封装这个测试，都是独立完成的。那目前他做出来的编号叫做 C600这款晶片，它的功能听说已经可以到 H100这个 NVIDIA 的 H100的算力有这种功能。当然，它后续来讲还有 C700会继续研发，但是我想说，假以时日来讲的话，那总有一天它可以赶得上。